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质询中抛出一句令全场屏息的惊人发言，他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出现紧急事态并且涉及武力，日本可能视这种情况为自身的存亡危机事态。这个听起来拗口的官方术语，其实意义极为惊人，它等于宣告日本准备在必要时对台海战争进行军事介入。要知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对是否动用军事力量介入国外冲突一直采取极为谨慎和模糊的态度。即便近年日本透过安保法修订，松绑了集体自卫权，高层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也极少将动武二字说得这么直白。但高市早苗这番话等于打破了长期维持的战略模糊，他的意思很清楚，如果北京胆敢武力犯台，日本将视之为对自身生存的威胁，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就是派出自卫队直接参战，这无疑是直接划出红线，对北京发出最严厉的警告。高市早苗身为日本首相，敢于抛出台海有事等同日本有事的惊人之语，绝非一时冲动。他本来就是以对华强硬著称的保守派领袖，长期主张提升日本军事力量，防范中国威胁。如今登上权力最高峰，他更有底气宣示如此立场。一时间，日本朝野为之震动，国际社会也密切关注北京将如何反应。毕竟，这是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少见地明确表示可能对中国动武。许多人担心，台海一旦爆发冲突，将不再只是两岸间的事，很可能立即引发中日之间的军事对抗。北京方面的反应果然极为强烈。就在高市早苗11月7日发言当天，中国外交部立即严厉谴责其言论，公然挑衅，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称这种表态严重违背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战后共识。中国驻日大使也火速约见日本外务省高官，当面警告，日本若胆敢以武力介入台海，那将是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方必将予以迎头痛击。连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都放话称，日方若不汲取历史教训，执意走军事冒险道路，必将在人民解放军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这些措辞可以说是半个世纪以来中方对日本最强硬的官方声明，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怒火和威胁。中国国内媒体更是大肆渲染高市早苗如何开历史倒车，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有些官媒文章甚至暗示，日本此举让人联想到二战时的军国主义，仿佛日本随时可能重蹈侵略旧路。因此，北京方面不但要求东京立即纠正错误，还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多次疾呼，声讨日本领导人的危险言论。可以说，中共调动了一切外交和宣传资源，务求让高市早苗感受到四面八方的压力。面对铺天盖地的抗议，高市早苗会退缩吗？起初，他沉默观望了一段时间。然而随着中方步步进逼，11月中旬，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内部会议上做出了一点让步。他表示，先前关于台海存亡危机事态的发言，只是基于法律框架下的理论探讨，今后在措辞表达上会更加谨慎，避免引发误解。这番话被解读为，他间接缓和了立场，给了中方一个台阶下，至少不再明言日本一定出兵，而是改称那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情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并没有正式撤回或道歉，他只是不再重复那句敏感表述，但也强调自己的初衷无误。事实上，就在高市早苗对内软化措辞的同一天，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公开力挺首相，指出高市的发言并未违反国际法和日本一贯立场。这等于告诉外界，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是团结一致的，没有要让首相认错的意思。随后几天里，中方持续透过各种手段向日本施压，例如再次宣布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以经济手段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宣称，日本领导人的错误言论已引起中国民众强烈公愤，即使不禁运日本食品，中国老百姓也不会买账。北京显然试图用民意和市场的力量来逼东京低头。然而，即便面临外交风暴和经济制裁的威胁，高市早苗还是坚决不退让。到了11月18日，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撤回先前的发言，强调自己的立场并未改变日本历届政府对相关问题的基本见解。换言之，
日本并不承认首相有犯错，需要向中国谢罪。尽管中国方面继续不依不饶，这场由一句国会答辩点燃的风波，在持续了2周后，逐渐进入僵持状态。中日双方一时都没有进一步升高冲突的举动，表面上各自强硬表态，但实际行动上都保持了克制。北京暂时没有采取军事上的冒进举措，东京方面除了言论，也没有实际挑衅中方的举动。尽管如此，双方私下里都在加紧军事部署，剑拔弩张的态势清晰可见。据报道，11月中旬开始，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西太平洋海域调集了异常庞大的海上力量，上百艘海军舰艇与海警船悄然集结。中国海军的主力驱逐舰编队以及大型海警执法船共同出现在东海敏感海域，显示出军警融合的威慑态势。有分析称，中方此举是要告诉日本，不论日本采取何种行动，中国都有能力应对并予以反制。这些舰艇部署一直持续到12月上旬，成为数十年来中日在东海最紧张的对峙局面之一。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也在国际舞台上多方出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先后2次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向全球190多个会员国控诉日本领导人的危险言论，强调日本此举违反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还密集约见各国驻华使节，反复宣传中国对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立场，意图拉拢更多国家共同向日本施压。据透露，北京甚至私下与莫斯科沟通对表，获得了俄罗斯的声援。中俄2国都对日本近期的安保动向表示关切，强调二战战胜国有责任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11月下旬，俄罗斯也在远东地区加大了军事存在，与中国在东海的行动遥相呼应，对日本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面对中方的强势施压，东京当局表面冷静，私下里也不敢掉以轻心。日本自卫队适时地在西南诸岛组织了军事演习，模拟本土岛屿遭受进攻时的防御作战，并进行了居民疏散演练，提升国内民众的战争应变意识。日本政府还多次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表达了对中国举动的关切，美日之间加强了情报共享和战略协调。显然，双方都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只不过谁也不想真的踩过红线。在国际舆论上，日本也并非全无压力，一些国内的和平团体和在野党人士公开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论过于冒进，担心将日本卷入战争。在东京首相官邸前，还出现了民众举牌请愿，要求高市收回发言，甚至下台。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也批评高市的对华表态轻率且逾越，认为他让日中关系陷入险境。不过，这些反对声音并未动摇高市政府的基本立场，日本官方对外依然维持强硬基调，只是在表述上更加谨慎小心。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回应中方时拒绝道歉，只淡淡地称双方存在分歧，应透过对话解决。这种避重就轻的回答令北京更加恼火，觉得日本不思悔改。这场罕见的外交对峙，从某种角度看，可以说是高市早苗略胜一筹。他扛住了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没有收回自己对台海危机的表态。而习近平这边虽然雷霆大怒，却拿日本也没办法。在国际舆论看来，中方除了口头威吓和经贸报复之外，并没有更有效的手段令日本屈服。习近平发现，仅凭战狼式的喊话，已经无法压制住像高市早苗这样强硬的对手。中国过去习惯的外交筹码，市场准入也好，历史道德高地也罢，对当前的日本政府似乎不太管用了。那么，习近平接下来会怎么做呢？他会选择以更强硬的方式来对抗日本的挑战，还是会有所退却，为自己寻找下台阶？就在外界为此紧张观望时，出人意料的是，北京高层自己先传出了一个重磅消息。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罕见的自曝家丑，大肆批评起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种种虚假浮夸现象。他在会上痛斥一些地方搞所谓假繁荣，点名要求各级官员杜绝数据灌水，严禁虚假开工等弄虚作假的把戏。习近平强调，所有发展规划都必须讲求实事求是，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品质、可持续的发展。他警告说，
对那些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层层加码、乱铺摊子的官员要严肃问责。这番话用词之严厉，措辞之直接，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口中十分罕见。所谓乱铺摊子，指的就是有些干部做事不切实际，贪大求快，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最后局面混乱，难以收拾。事实上，习近平接下来更加具体地列举了一系列虚假政绩的乱象。有的地方不顾需求，一味地把工业园区和开发区扩张得越来越大，盖了一大片厂房，却招不到企业进驻。有的地方喜欢热热闹闹地办展览、开论坛，搞出一堆花架子的政绩工程。还有不少地方靠灌水统计数据来粉饰太平，或者搞一些声势浩大的假开工典礼，把项目推土机开来挖集产土，就算开工留影，实际上后续建设停滞。甚至更离谱的是，有地方流行所谓开票经济，通过大肆虚开发票来平衡财报，虚增税收，以营造财政收入增长的假象。听到这里，相信很多中国老百姓心里会一惊，原来过去几年各地那些看似亮丽的发展数字中竟掺杂了这么多水分。而如今习近平在高层会议上公然揭破这些虚假繁荣的把戏，等于承认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结构性问题。可以说他自己戳穿了皇帝的新衣，证实了外界长久以来对中国统计数据和政绩工程的质疑。从习近平的语气中也能听出他对经济增长的真实状况以及财政资源被如此挥霍感到忧心。要知道，在此之前，习近平一直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抱有强烈信心。他在中共19大报告中宣称，中国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宏伟蓝图的前提，便是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不俗的增长势头。然而现实渐渐泼了冷水。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使中国出口环境恶化，2020年起的新冠疫情更给中国经济沉重一击。在严厉清零政策下，消费冻结，产业链阻滞，中国经济增速一度骤降。2022年，中国 GDP 仅增长 3%， 创下数十年新低。虽然2023年底中国终于解封，但经济复苏并未出现预期的报复性反弹，反而暴露出内需疲弱、青年失业严重等深层问题。同时，中国的人口在2022年出现60多年来首次负增长，劳动力和市场红利正在消失。过去驱动高速发展的三大引擎，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和房地产红利，如今都在迅速熄火。种种迹象都在暗示，中国经济已步入一个艰难的转型期，继续走老路已经走不通了。其实早在近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数据造假的问题已露出端倪，就连中国官方也不得不陆续承认，一些地方存在统计造假之风。例如辽宁省曾曝光2011年到2014年间财政数据造假，内蒙古自曝过2016年工业增加值虚报了接近 40%， 甚至江苏、浙江这些经济大省也被国家审计发现存在统计水分。这些年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核实、统计、追责造假，但造假之风屡禁不绝。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地方官员承受着层层压力，为了政绩不得不想尽办法做大数字吗？如今习近平亲自揭开盖子，想必也是对多年来底下欺上瞒下的积弊彻底失去了耐心。许多地方政府如今财务吃紧，债务压力已濒临失控。一些西部省份因常年举债上马基建，现在连公务人员工资和基本运转经费都难以为继，被迫向中央求助纾困。今年以来，不少地方陆续爆出削减公务员福利、拖欠工程款的消息，遍地烂尾的建设项目和压力山大的债务利息成了压在地方财政上的巨石。而中央政府虽然对此心知肚明，也不可能无限度替地方填补黑洞，只能压缩开支，强调开源节流。此外，曾被视作中国经济压舱石的房地产行业，如今也风雨飘摇。过去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卖地，可近2年来楼市萧条，土地拍卖频频流标，各地卖地收入锐减，房地产开发商更是陷入生存危机。巨头恒大地产爆发债务危机，
碧桂园也传出资金链断裂，许多中小开发商干脆破产倒闭，全国各地出现烂尾楼、一房难卖的景象，购房者信心大不如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又让银行坏账攀升，进一步威胁金融稳定。可以说，过去20年依赖房市拉动增长的模式已走到尽头，留下一地鸡毛需要收拾。除了国内的结构问题，外部经济环境也在恶化，地缘政治紧张导致许多外资对中国市场裹足不前。近年来，全球产业链有向印度、东南亚转移的趋势，部分跨国企业减少对华投资。据官方数据，202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出现难得一见的下降，一些制造业大厂将新产能布局在邻国。过去常说中国制造不可或缺，但如今国际上兴起了所谓去风险化的风潮，很多国家宁愿承受成本上升，也要减少对华依赖，这对中国长远的经济活力无疑是一个警讯。值得注意的是，在痛批虚假繁荣的同时，习近平也在强调另一个词：高品质发展。他反复要求官员们追求经济质量，而非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强调宁可速度慢一点，也要坚持可持续的路线，甚至提出考核干部不能只看 GDP 增长率，还必须纳入是否改善民生、是否维持社会稳定等表现。这实际上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官方对未来经济成绩的期待正在降温。过去那种动辄 7-8% 的高速增长目标可能不再是硬指标了。换言之，北京已经预告了经济要放缓踩刹车，宁可增速低一些，也要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毕竟现在稍不注意，房地产巨头会爆雷，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债务违约，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一系列难题。事实上，2023年下半年，中国统计部门干脆暂停发布城镇青年失业率这一指标，因为该数据一度飙破 20%， 引发社会强烈关注。连官方都承认数据需要完善，而选择不公布，可见就业压力的严峻程度。中国经济像是一部超速运转的机器，内部零件早已严重磨损，再继续硬攀高速，只会机毁人亡。习近平显然是认清了这一点，才决定调整航向。从这个角度看，他在年底这场会议上的揭短，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接下来放慢脚步找理由、腾空间。谈到调整航向，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各地这几年疯狂追逐的新兴产业热潮。习近平在会上点名批评的急躁冒进、乱铺摊子，一大表现就是各地盲目追逐时髦的产业项目。近年来，中国流行一个名词叫新三样，指的是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3种出口产品。这3样东西近年出口额暴增，被宣传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甚至有人说他们正在取代传统的手机、家电，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支柱产业。不可否认，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和清洁能源领域的确闯出了一片天地，电动车产销量双全球第一，锂电池供应全球超过70%，太阳能光伏产业更是让西方竞争者望尘莫及。今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能创下史无前例的1万亿美元高纪录，新三样的大卖功不可没。然而，正当国人为出口新三样沾沾自喜的时候，习近平却看到了背后潜藏的隐忧。为什么说各地盲目追逐这些产业是一种乱象呢？一个明显问题是同质化竞争和产能过剩的风险。现如今，中国几乎每个省市都在上马电动车或电池相关项目，从广东、上海这样的沿海经济强省，到内陆2、3线城市，乃至西部省份，都想分得新能源汽车这杯羹。大大小小的电动车品牌雨后春笋般涌现，地方政府抢着当金主爸爸，给地、给补贴、给政策优惠。但市场真有那么大吗？今年以来，中国国内的电车市场为了抢客户，已经打起了激烈的价格战，不少2、3线车企被迫倒闭或者被巨头收购。出口方面，虽然中国车一度在欧洲大卖特卖，但也引发欧盟启动反补贴调查，后续可能祭出关税高墙。电池产业同样如此，各地疯狂扩建产能，导致锂电池价格一路下滑。有行业人士坦言，中国电池产能已经严重过剩，
未来或将迎来残酷的淘汰潮。至于太阳能光伏产业，中国更是这几年投入巨资打造，各地到处是太阳能板厂、硅料厂，出口固然亮丽，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长是因为欧美加速能源转型，中国产品价格便宜。然而，这些海外需求能持续多久？一旦国外市场饱和或设限，中国国内对光伏的消化能力又有限，届时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浮现。回想10多年前，中国光伏产业就曾大起大落过，最初各路资本一涌而上，产能暴增，结果欧美制裁一来，大量企业倒闭，产业一度陷入低谷。如今历史可能重演，只不过规模更大，牵连更多地方经济。除了新三样，近年地方政府还热衷追逐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5G 等各种高科技名目，几乎每个城市都圈地建所谓 AI 产业园、大数据中心，但很多项目建成后闲置，变成新的蚊子馆。今年稍早，习近平就曾对这种跟风现象公开表达不满。他在一次会议上质问，上项目怎么一说就是那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难道全国各省都要一窝蜂往这些方向发展吗？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遍地开花搞新潮产业的弊端，并不是说这些产业不好，而是全国上下不顾条件一哄而上的后果，只会是供给泛滥、资源错配，最后又走向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很明显，习近平担心的正是经济结构的失衡和虚火。如果各地都沉迷于炒概念、造噱头，经济数据看上去很炫目，实则基础空洞，最终苦果还是要中央来收拾。如今，他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一面痛批假繁荣，一面要求转向高品质发展，其实就是在为中国经济降温，把各级政府从浮躁的政绩狂热中拉回现实。对他自己而言，这何尝不是在为之前那些吹过的牛、下过的目标找一个缓坡下来。去年还在喊着经济要奋力拼搏， GDP 增长要力争更高增速的习近平，如今开始告诉大家不要急躁冒进，而要脚踏实地。这转变背后有着深刻的苦衷。综合来看，2025年末的这场转折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习近平在对外战线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挑战，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强硬表态，意味着中国若动武将同时招致多方围堵，战争风险极高。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的种种问题也迫使习近平放缓脚步，调整策略。在这双重压力下，他做出了一个理性的选择，暂避锋芒。要知道，习近平在2022年中共20大上已经成功打破任期惯例，开启了他的第3个任期，并很可能继续长期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他比谁都清楚自己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在任内犯下致命错误。对他而言，政权的安全和稳固压倒一切。如果经济失控或战争失利，即便他权力再集中，也难以平息党内外的反弹。正因如此，他眼下选择暂时收敛对外野心，把重心转回国内，务求先稳住经济和民心。与其一条道走到黑地对外冲撞，不如先稳住内盘，避免经济崩盘和政权不稳。这就像是一位爬到高处的人，发现梯子不稳，决定先搬来一架梯子，找好下台阶，再小心地下来。习近平眼下所做的，正是为自己架梯子下台。从外交角度说，这意味着北京近期应该不会主动挑起对外的大规模冲突，即便嘴上还是强硬，实际行动上会更加谨慎克制。毕竟，在国内经济隐患未除之前，与日本或美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无异于以卵击石。从内政角度看，习近平已经开始为经济放缓和改革受挫寻找正当性。他把责任部分推给了下面官员的浮夸作风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借此告诉全民，我们不是不想快跑，而是要先治病，练内功。只要这套说辞能够被大众接受，他就能安然度过这段艰难时期，而不至于因经济发展不利，在党内外遭到严厉问责。值得一提的是，这并非习近平首次在重大决策上突然转向。2022年底，他面对经济下滑和民怨积累，也曾经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坚持多时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一夜之间解除了严厉的风控措施。当时许多人感到震惊，
因为前一刻官方还在强调与病毒决战到底，下一刻却画风突变，任由疫情在社会快速扩散。事后看来，那正是现实压力逼迫下的一次巨幅调头清零政策，已让中国经济与民生不堪重负，当局只能断然改弦易辙。如今在对外强硬路线上，习近平似乎也在进行一场类似的调整。表面上他依旧高喊着强国梦与民族复兴，但行动上却开始踩刹车，留退路。这种看似矛盾的举措，背后正是现实与理想的角力。不过话说回来，习近平的这架梯子是否真能帮他安全下台，还很难说。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并非喊几句高品质发展口号就能解决。那些虚报数据、过度举债的乱象，随便牵扯出来一条，都盘根错节，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纠偏。而国际上，地缘政治的暗流依然涌动，美日等国也不会因为他暂时低调就放松对中国的戒备。习近平尽管暂时退了一步，但未来是重新蓄势待发，还是就此转入守势，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对普通人来说，更关心的或许是中国会不会重回稳定繁荣的正轨。经历了前些年的大起大落和内外紧张，人们期待着喘口气的机会。如果习近平真心愿意调整政策，修复经济，在国际上采取更克制务实的态度，那么中国未尝没有走出困局的希望。但如果所谓下台阶只是权宜之计，一旦缓过劲儿，又故态复萌，那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等待他的都可能是更大的危机。总而言之，高市早苗的强硬和中国经济的虚弱这两股力量一起作用，让习近平不得不放下身段，为自己寻找退路。这场风波告诉我们，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不是单一事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当外部强敌压境，内部根基不稳时，再强势的领导人也不得不三思而行。未来的台海和中日局势会如何发展，将取决于北京在内外挑战间如何权衡。或许暂时的克制会为各方赢得缓冲的时间，也给了习近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但这个下台阶通向何方，则要看他接下来如何走下去了。